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有一天啊，我的诊间来了一个小男生，这我从小看到大的哦。他小时候长得好可爱，白白胖胖，真的好可爱。可是青春期之后，他忽然又来找我，因为他整个这个满脸青春痘，转骨之后，青春期之后，哇，整个痘痘长满脸。那本来很活泼可爱啊，真的很可爱小男生，因为这样子变得失去他活泼开朗这个个性，变得非常的自卑，也不敢外出。那这个青春痘应该怎么去治疗呢？如果你家有这样的困扰的话，那你一定要看这一集。青春痘是什么东西？青春痘就是痘疮、痤疮，它是一种毛囊啊跟这个皮脂腺啊，在这个发炎的状态所产生的一种皮肤疾病，所以你可以说是这个皮肤表面上这个毛囊受到这个细菌的感染而导致的发炎现象，所以皮肤有毛囊的地方都有可能有青春痘啊。但是为什么痘痘特别会长在脸上啊？因为我们脸部皮脂腺分泌特别的多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痤疮杆菌啊，它的感染的很厉害的时候就会化脓，然后就是有些人就会变这个很大一颗脓包。那不管怎么样啦，长在脸上总是特别的难看，只要一点点，这个小男生小女生就很急着想要找医生去治疗。那中医是怎么看这个痘痘呢？中医是说，只要汗出见湿，乃生痤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这流汗之后啊，有些湿气，那这个湿气呢，导致这个皮肤表面上的气血受到阻滞，就会生这些不正常的这个状态，我们叫做痤肺。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劳汗当风，就会生的这些痤疮。那意思就是讲说，皮肤的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又受到外界的邪气感染。那我们中医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痤疮杆菌啊，我们只知道有一个邪气，它会在皮肤比较状况不好的时候，让我们脸上长这些有的没有的脏东西。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邪气叫做风，那脸上这个状况不好的这个状态啊，叫做湿。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都是年轻人长痘痘？那是因为很多老人家他就是一来这油脂腺分泌比较少，二来这皮肤也没有那个痤疮杆菌啊，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发炎的状况。那所以像这种年轻人的这个发炎的这个状况啊，它是比较严重的，那细菌感染也比较多，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叫风热，或是叫做湿热痰湿的这个状况。那中医是怎么去治疗这个青春痘这个状况呢？就是依照我刚才说的那几种的因素，因为我们有湿的成分在里面嘛，油脂分泌比较多，我们就叫做痰湿。那有细菌感染呢，有个感染的发炎的状况，我们就说有热。所以其实痘痘啊，我们最常就是祛湿、祛痰，然后清热，而且祛风。我们把这个有时候长在这里啊，有时候长在这里，像风一样游移不定的状况，我们也叫做风邪。所以祛风、祛湿、清火、祛热，这个都是我们常用来治疗痘痘的一些治疗的原则。那有时候我们会看说，你到底是哪一种的这个性质为主。比如说你以湿浊为主的，那这个痘痘一来就是里面都化了很多脓啊，里面看起来就是很多白白的脏脏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以湿浊为主的，我们就会开一些像是散肿溃坚汤啊，或是脱理消毒饮啊，或是白芷啊，这样子祛湿，然后可以去浊解毒这个药物。那有的很大颗的，一来就是哇很大颗一颗痘痘，然后这个小男生小女生也觉得这个痘痘表面上好痛哦，这就一定要用清热解毒药。像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黄芩，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皮肤表面上这个毒素把它清掉。那有些状况是它就是长在这边，可是它也不会变大颗，也不成熟，然后就是长在那边也不会散。它很久的状态，然后越长越多，那这其实是一种瘀啊，它散不出来。这种时候就必须用活血化瘀的这个药物，像我很常用这个真人活命饮啊，然后配合我们中医的这个疮家圣药黄芪，还有这个外用的这个金创膏，让这个瘀的状态打散，那这个痘痘就会自己消下去了。那有时候啊，我们也不是只有看这个痘痘它的性质，我们也会看它长在哪里。长在哪里呢？就跟它内在的脏腑的联系有关系。比方说，长在这个
眉心附近的这个痘痘跟心火比较有关系，这时候会清心火。我就常常用一些黄连啊、导致散啊、淡竹叶去清一下心火。那很多女生啊，在生理期前后都会长在下巴，或者是男生呢，他熬夜过后，那下巴附近也长一堆痘痘。那这个就是跟内分泌失调有关系，这时候我就会用一些像芝柏地黄丸啊，或是玉女煎啊，把这个跟这个生殖内分泌有关系肾经的火气把它去下来。那如果长在嘴唇附近的呢，这是跟消化系统比较有关系。比方说有些人他只要吃炸的，或是吃的比较干燥的饼干啊、洋芋片，他这个嘴唇唇周附近都长痘痘，或是有时候长在鼻翼两旁，或是鼻尖。这个也是跟脾胃有关系。那这有一个例子哦，有个病人他就过来跟我说，他外面看一轮医生啊，每一个医生就是他长在鼻尖，他看到痘痘好大一颗红红的，都给他开清热解毒药。然后就是他又说，他每次一吃黄连啊，他都是肚子超不舒服，然后痘痘越长越大颗。可是每一个医师看他痘痘那么红，都给他开黄连之类的药膏。那我一看他肠胃很不好，其实我就帮他调肠胃，完全没有用清热解毒药，就是给他一些苍术啊、茯苓啊、白芷祛湿，那肠胃变好了，他痘痘就整个消下去。啊，有时候长在脸颊附近的啊，这个就是鼻窦附近的痘痘啊，像这个脸颊、眉心都有长的，我就会怀疑是跟鼻子过敏有关系的，因为鼻窦附近发炎的很厉害，循环比较不好，所以像这种啊，我就会连鼻子一起处理。所以其实很多鼻子的用药也可以用来处理痘痘哦，像这个辛夷散啊。白芷啊，一些消风散啊，治疗鼻子的这个过敏的这些药物也可以治疗痘痘哦。所以你看中医在看痘痘啊，其实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要考虑到这个内在脏腑的这个连结。像台湾就是湿热的这个环境啊，那你的痘痘如果就是又化脓又红又肿，你就知道你是湿热型的啊。所以这个会促进你湿热的东西就不能吃，像烤的、炸的、辣的，还有台湾水果真的很甜很好吃，可是甜的水果又助长你的这个湿热，该怎么办呢？你就把痘痘调好再来吃。就给我3个月时间，给你自己3个月的时间，把这个痘痘的状况都弄好了。你要来吃这些甜食，再来吃，就比较不会长痘痘了。还有啊，如果我刚刚说在下巴附近都是生理痘，熬夜就会长出来，或是月经前后都会长出来的话，那你在生理期前后啊，你就不要熬夜啊。还有这个生理期前后，你要长痘痘的时候，你这些巧克力啊、油腻的东西你也先不要吃，否则长了一堆痘痘又很难过，然后又来找我，又吃苦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那还有啊，我刚刚有说有些长在这个眉心附近的，想太多的，想很多，然后每次长痘痘的，就是要放松心情，否则每次这个心火又上来，又长痘痘。然后你又要再退一次心火，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日积月累这个状况的话，代表你这个经络出了问题了，身体在给你警讯，你自己就要注意啊，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考习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脸部保养的方式，就很多人觉得自己长了很多痘痘，脸很脏。那其实不是，你过度的清洁，把身体这个皮肤表面上自然的这个防卫能力，反而修复能力反而洗掉了。那这时候，洗得越干净，它长的痘痘就越多。所以不是说你长很多痘痘，你一天到晚狂洗脸，不是这样。你要用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皮肤自然修复能力的这些产品，比方说像一些无患子啊，然后或是一些苦参、黄柏。把它变成皂剂之后做成的这个洗脸剂，让病人去洗脸。洗完之后呢，这个皮肤表面上就会有一层修复层，而且同时也有抗菌消炎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脸部油，可是痘痘却长个不停，是怎么回事？其实长痘痘不是只有跟油脂有关系，跟你皮肤表面上的健康状况也有关系。有些人你皮肤表面上抗菌能力就比较差，然后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能力也比较差一点，那你当然容易发炎啊。所以不是说你只有油脂
很多的人才会长痘痘，你皮肤表面上状况循环不好的人也会长痘痘。像这种血虚型的，我就很常用这个养血的药搭配这个清热解毒的药，比如说温清饮去治疗这个痘痘，这种干性的痘痘，这样状况就会调整的比较好一点。还有人就是说，我没有痘痘啦，可是我年轻长了很多痘疤，那痘疤怎么治疗？就是中医有办法吗？中医当然有办法啊。其实你没有长痘痘，那你就是跟你吃油的啊，吃这些油腻的饮食没有关系。可是这个痘疤表现的就是你之前的发炎反应其实没有完全的缓解出来，那表示你的身体呢还是有瘀滞的存在。那这个瘀滞的存在呢，让你的皮肤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疤痕组织给修复完全。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常开一些促进皮肤循环的药物去对抗这个疤痕，像这个我很常用这个桃仁啊、丹参啊、赤芍，然后再搭配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像黄芩，还有一些促进皮肤循环的药物，像白芷啊这些药物，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皮肤。吃一阵子之后呢，这个痘疤就会慢慢淡掉不见了。其实中医在看痘痘啦，除了痘痘生长的部位，还有内在脏腑，还有一些外用药物的调理，都可以帮助这个痘疮的缓解变得比较迅速一点。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大家学汉医，我们下次再见。